小鱼，少主的气息越来越弱了。我看到他们又进了苍龙阁。少主若是神陨在苍龙阁，姐姐没有了龙神之力，将会被困在苍龙阁之中，再也出不来了。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混宝，你别慌，龙王令上有记载，上古时期五经圣女遇到生命危险时，人们将圣女传送回来的办法。龙王令说，龙将五经圣女传送到五经城任何一处的圣女祭坛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将姐姐和少主召唤回来。五经城的圣女祭坛就在战神殿。你跟小鱼拿着我的腰牌和树，趁无人再去。放心，我会拖住李洛和我母亲他们。走吧。混账！如果我喝这些没用的补药管用，我用得着喝月娘的血吗？月娘呢？凤芷楼呢？人都抓到了吗？他和圣地少主现在在城外，明天之前绝对不可能回来。事情没发生之前，谁都不可能说绝对2个字。如果凤芷楼回来了呢？龙长子没回来呢？龙长子回来了，他会心甘情愿带你去圣地？到底是我的好母亲，你都能想到的，我会想不到。回来！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想什么，跟你没有关系了。至于这药这么金贵，之所以给你喝，只是不想让你死在我去圣地之前。你回来！你瞧，即便你取得了前往圣地的资格，在别人眼中，你还是被楚墨裳给抛弃了。他为了凤芷楼，还是不要命的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楚墨裳到死都不愿意选我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把他杀了？这是我的礼物，五经圣女只能是我的妻子。好啊，等我成了龙后，我要杀了凤芷楼，灭了凤家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再加个楚墨裳就更好了。无论是龙帝之位，还是五经圣女，都是我的，也只能属于我。因为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写下战功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果然是一类人。雷焰这个时候还是管用的，幸亏有他的腰牌开路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。五经圣女，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我就说龙王令是骗子，说的都是骗人的。要是姐姐和少主出事了，我先把那2个恶婆娘给吃了。烽火雷电，气急如风，动如雷霆。五经圣女，感应无知召唤，速现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看到姐姐的影子了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？
小姐，我们带着圣地的黑白圣使来了。姐姐又别说了，神去哪儿了？神去哪儿了？按照你们所说，如此重伤的龙长子，即便将龙珠归还，恐怕也难以恢复了。你个老东西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少主没有龙珠没法恢复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？少主逆鳞化作圣地印记，他人无法触碰。帮少主防御治愈着被攻击的伤害。但圣地印记到了凤豸楼手中便无法取下，少主又不愿杀凤豸楼，只能以龙珠治愈伤害。少主如今神魂在护心林内，但还在凤豸楼手中。现在他没了踪影，如何疗愈？在失去护心林那刻，少主怕是早已存了必死之心，没想着自己龙珠能回来。够了！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少主都快要死了，我们如何对得起少主和凤儿小姐的嘱托？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想要的是保住圣地和长界，不让魔族入侵。既然已成定局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将五经圣女战袍送到五经城，尽快完成五经圣女与龙族的联姻。只是联姻的龙子只能换人了。那少主的龙珠留下来也是无用，还是带回去交给龙帝吧。你们在圣地高高在上活了万年，不是冷心冷面，而是没有心。龙珠必须留下，龙珠必须留下。如果少主殒命反噬天地，我和白鹿会把龙珠带回圣地。现在哪怕有一丝生机，谁都不能把龙珠带走。飞燕，你不要命了！把龙珠留下！飞燕，龙珠可以留下。既然你们愿意等待神迹，那就在此处等候吧。记住，不要忘记你们的使命。圣地与五经联姻大事，你们两人必须回来帮忙一起操持。飞燕，少主真的没救了。不，一定有办法。我们从进门就没有见过凤豸楼，他不会轻易带少主离开。如果有一线生机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飞燕，你最近真是意外的可靠。少主平时那么可靠，我迷糊一点也很正常。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圣主，带我们去查看少主的情况时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少主回天乏术啊！来，我的长子，父王，龙族的继承者。若圣地结界崩坏，你需到长界找到龙王令，迎娶五经圣女的后人为龙后，才能修复结界，拯救龙族与人族啊！必不辱使命。上这孩子生来背负太多，但从未跟我要过什么，只是在迎娶五经圣女这件事情上，第一次忤逆我，所以
我才取出他的龙珠作为惩戒，但我从未放弃过他，因为他是我心中最合适的龙帝人选。圣主，大错已经酿成，我们该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准备。你们带着五经圣女的战衣前往五京城，只说龙族将换次子来联姻，待迎亲五经圣女到圣地，我会将龙帝的位置传给芷，让他们成为新任的龙帝和龙后。结界崩坏越发严重，你这是又去了何处？真是难得，父王竟然开始关心我的去处了。我，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你哥哥即将神陨？难道你没有半点愧疚吗？愧疚？我为什么要愧疚？明明是哥哥放弃了龙帝之位，是他不务正业，昏庸懦弱，而你呢，父王？你冷酷无情，夺走了哥哥的龙珠，难道你就不知道龙珠对我们龙族的重要性吗？你与哥哥造成的这一切，你们都不愧疚，为什么我要愧疚？你这个孽畜，竟然如此冷漠！冷漠？冷漠不好吗？身为龙族肩负重任，就应该摒弃那些无用的性情。父王，平日里你满心满眼都是哥哥，哪怕他一次又一次的忤逆你，你都不在乎。而我呢？我永远站在你的身边，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一次。放肆！怎可如此态度？我与父王讲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告诉你们，现在整个龙族的重任都交到了我的手上，只有我才能成为龙帝，只有我才能迎娶五经圣女。上经历过的事、做过的事，你没经历过，你未必做得到。父王，你还有得选吗？我就是你的唯一，你没得选。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收拾一下你这不成体统的样子，去五京城战神殿吧。聂荣芷必不负重托。这里是五经战神殿，我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在凤家庄，你是一个人。现在有很多人在等着你，你就是他们选出来的五经圣女。即使有人可以事先伪装成圣女，却也无法被龙王令的古籍召唤。原来龙王令上早就记载了如何验证真正的五经圣女。这是什么？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。楚墨生，若这是最后的时光，我希望未来想到此刻，不会留有任何遗憾。我既有缘被我的同伴召唤回来，我凤芷楼在上古龙神与五经圣女的见证下，在此立下誓言：我与楚墨生，无论他未来是生是死，我与他生死相依，荣辱与共，此志不渝。我龙族楚墨商向上古龙神和五经圣女起誓，此生守护凤芷楼，不分你我，彼此尊重，矢志不渝，生死与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回来了。是上古龙神，把他的龙神之力传给了我。原来上古龙神与五境圣女都知道，我们之间早已不需要任何契约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是少主的机器，他一定想到自救的办法了。走。异界魔族，休想伤我同类！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想和你一样，再活千年万年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，守护我们所珍视的一切。人族寿命有限，但我们子子孙孙会替我们守护长界和圣地，守护天下苍生。所有龙族听令，圣地与长界再遇劫难，龙族唯有找到如五经圣女这般品性的人族，彼此信任，并肩作战，方能度过天下苍生之劫。原来上古龙神和最初的五境圣女，不仅是战友、挚友，还是爱人。所以上古龙神与五境圣女之间，不仅仅是联姻，才可以拯救苍生。所以芷楼，你就是我真正的五境圣女，是你让我找到了龙族真正的龙王令。李烨，姐姐被我们召唤而来，可我们被挡在门外，姐姐还在里面。看来我们只能在此处拖延时间了。哟，今天刮的是什么风？一向看不上眼的少城主，竟然也会主动在战神殿外等候。你要去圣地了，当哥哥的，自是要送你一程。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等我下去了圣地，少不了招个五京城，到时候你还得靠着我。你还没有成为龙后，母亲就被你关在长生殿不得见人，我们怎么指望黎洛郡主那点亲情？母亲不想出来，是因为她自己不愿见人。是，这么重要的场合她都不肯露面，要抢一辈子的她，为了你到圣地，真是用心良苦。难不成你还想拦着我去见圣地的人？你别忘了，少城主，你现在没资格管。说的好像你有资格一样。我是五京圣女，我看今天谁敢拦我家。来人！凤芷楼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在哪？也是，你们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今日聂荣芷就要给我送来五京圣女的战袍，为我加冕。龙次子旨，为五京圣女黎洛送来战袍。凤芷楼，哥哥，你不会以为现在出现在这里，能改变些什么吧？你就这么怕出现什么意外吗？哥哥真是每次出现，都让人意外惊喜啊！恭喜少主平安度过生死大关，真是太好了！
圣主在圣地知道的话，定会欣慰不已。少主，我等原是奉龙帝圣主之命，将战神金丝锦袍送到五京，明日举行迎亲大典，让龙次子旨迎黎洛郡主到圣地。你竟然今日平安归来，那么这迎亲之人，白衣圣使。现在与五清圣女联姻的人是我，难不成你想擅自做主，换人不成？和五京圣女联姻的人，始终都是龙长子。换做你的原因，不正是因为龙长子出事了吗？好，我想你们误会了什么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娶黎洛，也会阻止圣地和黎洛郡主联姻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聂荣芷抢什么东西，而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龙王令真正的意义。龙族和五京圣女，并不是要靠联姻才能拯救圣地崩坏。少主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回圣地跟圣主说。有关迎娶五京圣女的事情，我们必须今日给五京一个交代。这就是五京圣女天下独一无二的战袍，请五京城妥善收好。五京圣女独一无二的战袍，那么如果冒牌货穿上，又会如何？哼，区区战袍而已，还能改变我五京圣女的事实？传令下去。重兵看守五京圣女的战袍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可入内，不得有任何闪失。遵命。五京圣女战袍交接完毕，静候明日大典。我们在圣地静候您归来。少主，你怎么样了？我以为再见到你了，姐姐。我们都没事，好啦。芷楼，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。过不了多久就可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了。嗯。少城主飞仙了，我的妻子我会照顾好的。少主，你误会了，我对芷楼一直都是钦佩之情。是的，少主。你哥哥好像并不支持你嫁去圣地，说不定明天联合凤芷楼大义灭亲，毁了你的迎亲大典。你没资格说我。你不是说把楚墨商给杀了吗？他现在怎么完好无损的回来了？你在玩我呢？回来又怎么样？难道能取消掉你我的婚约？现在圣地没有人可以左右我，倒是你。若是明天敢给我出差错，我绝不心慈手软。郡主，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龙子旨，就必须跟他统一战线。我们现在唯有阻止少城主和凤芷楼他们破坏迎亲大典。至于龙子商，龙子旨定会解决，我们无从干涉，也无力干涉。杀了，杀了，全部都给我杀了！哎呀，郡主啊，稍安勿躁啊，莫要自乱了阵脚啊！你也给我闭嘴！锈迹斑驳的剑刺破了
就送你到这儿，我会很快从圣地回来。放心，这次没人再能伤我。如果瞬息颠倒，日月都阴哑，风乍起，抖落一束飞花。你眼眸的方寸，倒映着谁的芳华？如果变幻莫测，不辨真与假，生死会在我眉间刻画。抓不住的流沙，你转身奔赴天涯。万事小心，我等你回来。商，你平安回来就是为了和我说你亲眼见到了龙王令的真相，而凤芷楼才是真正的五经圣女。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凤芷楼到底对你使用了什么妖术，让你心甘情愿配合他演戏假死，博得父王的原谅，让父王同意你们的婚事？我办事从来光明磊落，不屑于使用什么阴谋诡计。父王连这都不再相信，我们只管见证真相。好，但你说凤芷楼是五经圣女，那为什么圣地结界还在崩坏呢？你不要胡搅蛮缠。龙王令的意义从来不是靠一场联姻就可以拯救圣地结界。你这样排斥我和凤芷楼，是怕在迎亲大典上，上古龙神不认可你吗？上古龙神不认可我，还是你们不认可？黎洛郡主已经验证为五经圣女，她选择了我，同样是拯救圣地，那为什么偏偏我就不行？你已经选择了凤芷楼，放弃了龙帝之位，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？既然如此，明日在五京城战神殿的迎亲大典上，黎洛与芷的迎亲仪式照样进行。我同意你和凤芷楼的婚事，但不要打扰龙王令的完成。好，但我要求明日我和芷楼到场观礼。随时欢迎。父王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愿意妥协，不是为了和芷楼在一起。我们两个的事情，从来都是自己的选择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圣地会为自己的愚昧和自负付出代价。少城主，你真的已经决定要在明日的迎亲大典上揭发黎洛和李月的诡计吗？明日我会以城主的身份出席迎亲大典，向母亲、圣地、全天下交出我的母亲黎洛以及我的罪己诏。可是罪己诏也会让你失去一切。我已经拥有最珍贵的东西了，等这一切结束，城主之位就会回到你身上。芷楼，我们能拥有你这样的圣女，就算有魔族入侵，各族也会在你的带领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。我从小在凤家庄，只是个人人喊打的废物，从未想过什么五经圣女、城主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来到五京城，早日出人头地。可是当我真正站在这里时，我才发现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虚无。我现在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意义，与爱人并肩作战，守护天下苍生，才是我唯一祈愿，与我身份无关。五京城能有你这样深明大义、爱民如子的城主，才是最正确的。姐姐，不好了，我们在寺药局没有找到月娘。怎么会？应该是拜月那个老贼用了魔族法器，看通了我布下的结界，才发现了月娘。燕儿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母亲，
请你将城主之位和乐仪交给我。关于凤芷龙母女身份的事情，我已经拟好罪己诏，明日会公之于众。你不要再挣扎了。我的儿，我们都不是五经圣女血脉，就应该把位置还给凤芷楼和月娘吗？难道不该吗？我们孤儿寡母，如何一步步走到如今，你是再清楚不过。这些本来就属于我们，他们凭什么想坐享其成？母亲，分明是你抢走了别人的一切。李烨，我是你娘，我给了你一切，包括你现在少城主的身份。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。五经百姓认可的，从来都不是一个拥有五经圣女血脉的城主，他们只是畏惧，他们更需要一个给他们带来更好生活的城主。母亲，杀了这个逆子，你若今天不杀他，明天他就会杀我们的。来人，将黎洛郡主给我拿下！李烨，你个混蛋！给我把黎洛郡主放了，她是五经圣女，即便你们明天把罪状公布出去，也没人敢相信。我是下任城主，这些兵都听我的。母亲您老了，该休息。但黎洛做错了事，伤了人，我关他合情合理。把他给我押回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放他出来。是。走。李烨，黎洛是你妹妹，她是五经圣女，你不能这么对她。李烨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能找到我娘。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屈服吗？来找你的人不是我。黎洛，你知道的，我真的会大义灭亲。说吧，你们把月仪藏哪儿了？哥哥，我从小就被告知一定要成为龙后，我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你？难道从小到大，你对我的宠爱都是假的吗？你妹妹就是用这样的声音，当初骗过我娘的吗？凤芷楼，你总是这么自私。我原本不相信，小时候我总抱着你对母亲说，我的妹妹将来会成为五经最棒的圣女。你联合外人对付我，凤芷楼不过就是用了美人计，让楚小鱼到你身边勾引你，你就被离间了。你听着他们的话，自毁前程，养坏我的好事吗？只可惜，你长大了，也变了。你变得容不得别人说你，变得只会指责别人。所有人都有错，唯独你没有。就连我这个你曾经最喜欢的哥哥，你也看不到半分的好了。为了成为五经圣女，我明明都已经那么努力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抢走我这辈子唯一的目标？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情。我们走吧。他说不出任何关于我娘的事情。不出一个时辰，我就会从这里走出去。凤芷楼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娘是我娘的手下败将，你也会是。你嫁给楚墨裳又如何？我才是最后的龙后。龙后，五经圣女，这样的词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可惜。你若是将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，那你被蹬掉的那一天，你将什么都不是。走吧。李月，你到底把我娘藏哪儿了？哼，这就是五经圣女求人的态度。
哦，不对，你现在还不是五经圣女，我的女儿才是。李艳还是心太软，如果我是她，决定站在你这边的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杀了我和黎洛。我只要带着我娘离开五京城，所有的一切，包括圣地，我都不在乎。说得轻巧，我怎么相信你这些鬼话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凤芷楼，你现在和龙长子是夫妻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我掌握着月娘凤家庄，你也杀不了我。我只需要你证明自己不是五经圣女血脉，就一切迎刃而解。五经圣女从来不是血脉这么简单。验血没那么简单，为什么圣帝要验血？为什么你娘的血会让我青春永驻？那是上天对五经圣女曾经贡献的恩赐，福泽到她的子孙。算了，我不听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，我只需要你听我的，接受不接受我的条件。你有本事杀了鬼头陀，应该已经到五经圣女的战神体了吧？是又如何？凤芷楼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能平安活到18岁？是我爹和凤家庄的保护。因为他们让你当了18年实实在在的废物，所以我在五京城从没在意过你。百越，这是一颗魔族丹药，专门克制长戒午休之人的慧根。我要你再次变为废物，保证黎洛顺利当上龙后，我自然会放了你娘。天下苍生，还是我志气，一定要牺牲一边，就没有两全的结局吗？你们看，谁回来了？姐姐，这是少城主。是我，月夜，你的眼睛。城主有令，为保证迎亲大典顺利进行，重兵把守五京城。姐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答应你，但我要先见到我娘。你比你娘聪明多了，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。来人，把月娘带上来。芷楼，娘，凤芷楼，别忘了，还有整个凤家庄的人拎在我手上。即便你再厌恶曾经的族人，作为圣女后代，也不能看着无辜百姓惨死吧？芷楼，你别信他们。别吃啊，芷楼，芷楼！芷楼！芷楼，娘，芷楼，
没事就好。